What's up, guys？ 我们今天呢要来拍婚礼，再顺便聊聊怎么样使用我们的 Canon EOS R6来拍婚礼吧。那这婚礼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提早抵达现场，能够快速的对于整体的状况呢有比较好掌握。第二呢，就是你必须要熟悉你的器材，不管你是用手机啊、微单、相机，各式各样录影、摄影。了解器材，让它就像你的手连身，是你拍摄成功的最重要的关键之一哦。第三呢，就是要融入现场环境，跟我们的 customer 变成一个很有默契的像好朋友一样存在。可是呢，又不能太熟，必须要维持很专业的态度。第四呢，就是必须要良好的认识你现在现场的光线，并且灵活的运用。不管是你有现场的投射灯、太阳光、自然光，甚至你使用闪灯。对于光线的掌握越熟悉，表现越更好哦。最后一项呢，就是要保持一个创作的心，毕竟我们是身为摄影师，客户呢希望的是他的回忆能变成你的作品之一。因此，拿出你最专业的态度，拍好每张照片吧。先抵达的时候呢，我们要先开始拍摄婚礼的进步、你的礼服啊、你的进行小物啊，以及各式各样新人准备的精美小礼品。这些呢，都是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所可以捕捉的画面哦。或许呢，你会拿着可以换镜头相机来做婚礼的拍摄，可是呢，在拍照的时候必须要忘记换镜头这件事情。如果你习惯使用定焦镜的话，你有几个定焦镜就可以提升。像我今天带了85、50、35、16，你就每一颗镜头都配一个机身，拍照的时候就不用在现场拍镜头，这标光圈比较小，所以拍起来光线会就不这么理想。最重要的就必须要仔细的思考。是要用现场光的30光线来做曝光。如果不常用的镜头，可以共用台积电。但是如果常用的，比如说35、35，这个情况下，各配个机身是最棒的选择。Anyway， 记住不要再换镜头喽。拍摄的时候呢，也不要忘记要找时间休息，记得还要吃一下午餐哦。用一下午餐内容。在拍摄的时候是非常 straightforward 的，我们只要确保我们在拍摄记录活动的过程中，我们的快门速度可以保持一定的水准。接下来呢，就是利用光圈可开到最大，以及 ISO 可能拉高。再不然呢，就是利用自己的闪灯来做补光咯。就掌握这几点，简单的获得稳定的照片。这时候再加上你对构图的见解，或者是前后景的搭配，就会得到不错的婚礼照片。What's up？ 现在呢，终于完成了今天的拍摄哦。是啊，婚礼拍摄是非常有趣，而且充满各种挑战。就跟拍摄其他摄影工作一样，怎么样在客户的喜好以及自己的创作的水准里面去寻找一个平衡点，将自己追求在摄影化为别人可以珍藏一辈子记忆，我觉得婚礼摄影最大的价值了。我今天在使用 Canon EOS R6 在拍整场婚礼活动的过程中，觉得 EOS R6 它的整体反应性其实是非常多的提升啊，不管是在速度上或者是对焦反应上呢，都可以感受到它更加及时。特别是它的蓝色对焦点追随人物啊或者是动态物体的时候呢，就会发觉它的对焦点是更加紧密的粘在对焦主体上。在操作上类似于 EOS R， 可以将机身每个功能键啊或是转盘能够完全自设成自己所需要的功能。不管是你要快速切换群组对焦啊，或是单元对焦，或者是连续对焦、单次对焦、RAW 档或是 JPG 档的切换，你都只要指定任何一个按键来完成即可咯。新款的 RF 镜头，比如说50 f1.8， 或者是呢16的 f2.8 的镜头，它体积跟重量的控制非常的恰当，因此在拍摄各式各样的角度的时候，你能快速移动，而不会觉得有重物背负的负担感。另外 EOS R6 在搭配闪灯，比如说 Godox V1 的拍摄上呢，闪灯曝光也是相当准确，在拍摄上意外的轻松的。不过 EOS R 用习惯之后，如果用到 R6， 就会一直觉得它后面的这个转盘应该是要可以按的才对，所以每次呢都会想要下意识的去按这个转盘，但是其实这个转盘只有转动而已哦。对焦点的移动，利用这个摇杆来快速的去切换单点对焦点的位置。如果使用 EOS R6 在录影的时候，它可以用
荧幕上的 OSD 呢来启动录影跟结束录影，是非常的实用的。我们可以避免机身录制按钮的晃动感来影响到影片的片段，只用它的荧幕上的 OSD 就可以开始跟结束录影。当然，它的录影的功能强大到连即便是斑马我专业功能都一应俱全，所以在拍摄上呢，想要拍摄专业影片的话，我觉得 EOS R6是一个非常超值的选择。即便是专业级的机身 ，EOS R6却额外的令人觉得讶异的是，它的重量呢其实非常轻啊。我相信也是得自于它的机顶的材质呢是采用比较复合材质，不会像金属那样沉重感，操作上来讲是非常舒服呢。其实呢 ，Canon EOS R6比起 EOS R， 在一拿起来开机那一刹那，就觉得有了很多不一样的进步。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开机键特别的好开。EOS R 呢，你可能要用很大的摩擦力才能够开机。EOS R 开机需要找到一个施力点呢，才能够开启。R6它维持了优良的人因工学的设计之外呢，它又多了摇杆可以跟我们把玩哦。走到这边又开始怀念触控板的使用了。另外呢，机背滚轮机身呢拥有了完整的3转盘，加上 Control Ring， 我们机身镜头呢就有4个转盘，可以输入我们需要的各式各样的参数了。实际操作上呢，虽然液晶幕比起 EOS R 是略小一点点，可是在整体操作上其实完全无感，优良的 Canon 界面以及更加快速的反应速度、飞速来完成你所想要的拍摄。使用了传统的转盘，虽然说质感可能还不及有一个小的液晶屏呢供选择那样高级质感，就使用面而言呢，其实更加快速，更加有手感的去完成要的模式的切换哦。我们比较一下 EOS R， 调模式的时候必须要按着末键，然后再做转盘的选择。换到 R6， 简单的直接去选择你所需要的模式。快了那么1秒钟，机内防手震的机构原因 ，EOS R6呢比起 EOS R 要来的厚实那么些，但是在液晶幕上的使用或者是 EVF 使用都是相当优秀的。而对焦性能呢，但 EOS R 远远不及 EOS R6那么样的高性能。最终对焦它粘得更紧，反应速度明显更快一些。加上它的防手震的机制呢，可以让我用很慢的速度来完成拍摄。比如说我们现在实际的测一下，我们用1/5秒。手持，我们现在使用35，它本身具有防手震功能，加上机身防手震，能不能1/5秒完成拍摄呢？我们来试一下，成功，1/5秒速度呢，就可以完成各种不会有手震缺憾的拍摄哦。Good job， 1/3秒呢也是可以成功拍摄。看一下1/3秒呢，依然够完全没有手震，想要拍摄细节呢保留下来哦。R6它的防手震各式各样拍摄更加轻松，没有压力的去捕捉想要拍摄的画面哦。不过它的发射相对于 EOS R 来讲，有更偏向于专业级的感觉。原生的彩度略低一点，画素虽然低，但是它的画素跟画素间清晰的扎实感觉就是比较强，本身就自带锐化那样的效果。用这么好用的机身防手震呢，就让我想起了以前使用 Orin Plus、OMD 那时代，使用最低 ISR， 也使用非常慢的速度呢获取高画质的画面。而现在 EOS R6 也轻松的让我们拍到。相较于 EOS R， 正前方面多了一个快速键的位置，可以把它设定成单次对焦跟4/5对焦的切换，所以你不想要对焦的话，可以轻松点一下，可以换成4/5对焦了。轻轻按一下呢，就可以调换成单次对焦跟4/5对焦。机背的转盘呢，可以设定成直接切换不同的对焦方式，比如说全画面的脸孔识别、使用对焦，或者是单点，或者是区域对焦等等不同的组合。使用单点对焦的话，可以清出不同区域呢来进行对焦，或者呢，我们可以轻松使用机背的摇杆呢来进行对焦点的指定。非常方便，最简单呢就是把它切换成全画面的脸孔识别，这样呢就可以简易的拍摄到完全无死角的人像照哦。现在呢要前往拍摄婚摄咯，这是我第3次使用 Canon R6， 在磨合之后能够发挥多棒的操控效果。现在其实 R6 它的触控盘呢，我把它换成对焦模式，这样我可以快速的从全画面对焦迅速的切换成单点对焦，或者是其他的对焦方框。机身的3转盘，如果使用 Canon 的 FV 弹性曝光模式的话，3转盘呢，你可以将其中一个转盘再作为对焦群组的切换，这样子操作呢是非常有弹性的哦。或者说 Canon R6， 它对焦能力呢就是越用越好用，为什么呢？它拍摄整个人物的动作之后，即便
人背对镜头的，它居然对焦光源对在头上，这点真是 amazing。现在来到了会场喽，提早来看一下场地，培养一下感觉。Looks incredible. 看起来真是有趣呢。嗨 ，Hello， 哇！用 R6 拍，你不要太轻松。Oops， 每用一次要震撼一次，尤其是它跟 RF 接口的镜头一起使用的时候，那流畅度真是无可比拟的。快门声音非常轻，而且非常精致，在显示出一种高级相机的感受呢。或许用之后，突然开始觉得有种草的感觉。慢慢来，慢慢来。对。What's up, guys？ 今天呢，终于完成了本周的拍摄任务，在这个繁忙里已经服务过3队了。其实大家都非常熟悉，也非常开心的看到这样的圆满的成果。这次使用 R6 的过程呢，其实充满了 joy， 毕竟是 F 性能，其实非常轻松，而且它的体积控制非常得宜，所以在这样的条件底下呢，拍摄完全不用费什么力气，就轻松得到好的结果。现在要去取车啦，终于可以回去好好休息咯。不过今天呢是只有拍单纯的验课，所以时间上呢并不会太长，也是5个小时的事情吧，稍微轻松了那么一点点呢。用 R6 拍，我觉得最大的缺点呢，就是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在看 EVF 的时候，总是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容易抓到焦点。可是我用 EOS R 观看 EVF 的时候，好像比较不会有不适感，可能 R6 的 EVF 还需要再适应一下。我觉得 R6 对焦呢非常的快，非常的 smooth。不然如果画面中呢有复杂的边景或背景的话呢，还是需要手动的去指定一下焦点。如果执行一些非常临时的抢拍的话，它的成功率呢还是会比 EOS R 高那么一点。毕竟它的整个快门的反应速度、快门迟滞都更加精进了。如果想要完全摆脱单眼相机，能够完全投向500的话，我觉得 EOS R 还差那么一点，因为它的快门迟滞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感。如果是用 R6 的话，它整体的反应迟滞啊，或者是取景中断的状况呢，都非常的低。其实完全可以当成单反100% 替代品。就是如果 EVF 能够调得更舒适一点，我相信会更好，真的很棒。我现在还是将就着用就好。跟 EOS R 一样，它的机身的每个按键呢都可以轻松的换成你所需要的功能键，使用 Q button 呢跳出各式各样的快速选项来做切换。双插卡的选项，这张卡你可以特别存RAW档或 JPG， 或者是存影片档、照片档的各种不同选项。Info button 切换画面的各种资讯。不光锁定荧幕跟观景窗 ，LCD 跟 EVF 对焦显焦钮是 LCD 增亮，阳光下增亮可以看到 LCD 的影像。使用摇杆或者是使用触控荧幕，根本不需要再按调取灯，所以把调取灯指定成别的功能比较方便。再来 AF on 就是本来是自动对焦，变成RAW档跟 JPEG 两个快速切换。对，切换对焦显焦钮按下去就是中央一点对焦。再来 Set SEDT 那个对 Set 是
设定为5分魔术里面，你选到哪一项，那一项就是威胁。哦，就 FB 它可以支持快门、光圈、开闸，哪一样的话按下去，哪一样就是自动。现在的 FB 非常好用，可以快速的指定这种像素的话，也快速的把它切换成自动。说光圈有了我们把它设定自定义为单次对焦跟连续对焦切换，方便。金融工作完设定为手动调整 ISO， 它是复合的，半按快门再转两种配合组合键，多功能按钮没有变。数控盘你转动的话，8种对焦循环切换。哦，我觉得很方便的。对，8种对焦循环切换。就R6这样操作就太方便，跟 P20R 按键接近，把它设定成两台机上按键都很接近，很接近的，这样才不会遗忘，互相搭配。这个有填满的啦，只是这边不高哎。鸟哎，为什么变成这样了？为什么？好酷哦！我把它变成长边了。要不要再一次？好，再一次哦。然后好了。让我一通。蛮酷的，就这样。就是那边越低耶。对啊，再一次嘛。好，到镜头前面挥一下。太酷！讲完吗？希望可以为大家带来更多各式各样摄影的东西。See you，bye。